在荒山野岭中，却有着一座22层的高级酒店，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。酒店常年被烟雾笼罩，外墙上还有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显得异常诡异。在2017年，有一部恐怖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虽然酒店看起来荒废了很久，但其实还在营业，可以在线预订房间。据说在周末，房间都会订满，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。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，让人看得毛骨悚然。很多人就留言劝告，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，否则呢会后悔的。小哥不信邪，决定来探险。酒店呢位于马来西亚，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，路上报废的汽车随处可见，显得非常荒凉。然而路面硕大的酒店指示牌却显得非常稀，处处透露着诡异。而且越靠近酒店，手机的信号也变得很差。把车开进酒店停车场，就看到了一些报废的车辆，上面已经长满了苔藓。顺着楼梯往上走，在这一层却看到了正在晾晒的衣服，显得十分违和。但是再往上走，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。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一部电梯，但是按键完全没反应。奇怪的是，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，也不知道谁在控制电梯。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来到了酒店内部，一切突然变得正常起来，出现了一条购物街，人也多了起来。他找到一位店主询问，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一个大赌场，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，有些人回到酒店就会选择跳楼，所以呢这里怨气很重，确实也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。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曾经有一部恐怖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体验。小哥也决定在这里订上一间，亲自感受它的诡异。回房间的路上，看到了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，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咒。酒店管理员说，这间房子被诅咒过，曾经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。没事呢，尽量离它远一点。来到自己的房间，他还煞有其事地敲了3下门。没想到室内装修比想象的要好很多，但怪异的是，床上竟然装了个镜子。虽然在22楼，阳台呢却并没有封死，向外看去，一片雾蒙蒙的，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迹。小哥说不知为何，站在阳台上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。酒店管理员告诉他，这一片片红色的印记虽然看得很恐怖，但并不是血迹，只是因为潮湿生了红色苔藓而已。来到晚上，酒店零星亮起了灯，气温开始骤降。睡到半夜，他直接被冻醒了。也许是因为风太大，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，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，不断吸引他去阳台。为了保命，小哥没敢再睡觉。如果给你1万块，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？他家的墙壁温度高达60度，冷水泼在墙上，立马就冒出滚滚热气，还伴随着吱吱的声音。无论泼多少次冷水，都无法使温度降下来，不小心碰到都能把手烫个水泡。奇怪的是，其他墙面都不热，唯独杂物间的这面墙发热，而且呢只有局部一小块发热。他赶紧打开杂物间一探究竟，没想到门一打开，却让他大吃一惊，一股热浪迎面袭来。仔细观察后发现，这些热气正是从墙面上散发出来的，而且温度比外面的还要高，竟然达到了80度。住了几十年的房子，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，真的是活见鬼了。他在屋里研究了半天，几根电线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部分电线已经没有了绝缘皮，他怀疑是漏电造成的这种现象。想到这里，他赶紧拉下了电闸，没想到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墙壁依然非常烫手，很明显并不是漏电导致的。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0多天，这期间他想了很多方法，甚至每天晚上都会提1桶冷水泼在上面，然而温度依然是居高不下。更让他担忧不已的是，自从墙壁出现高温后，他17岁的女儿经常出现头晕头痛的现象，而且家里的鸡鸭也总是莫名其妙的死掉。很快他家的怪事就传遍了全村，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他家风水不好，建议他把房子拆掉，找个风水好的地方重新盖，毕竟这么长的时间都找不到原因。他们一家也真的是怕了。他找来节目组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也很震惊，怀疑墙壁内可能含有放射性元素。工作人员赶紧拿出仪器检测，里里外外检测了半天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放射性元素。这时呢，又有人说房子下面可能有温泉。随后节目组又找到了当地地质学家，专家不认为地下有温泉，温泉是不可能使墙壁发热的。目前呢，各种可能都被一一推翻，最后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找来了电工师傅。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仔细查找，答案终于浮出水面，原因就是漏电导致的，但不是他家漏电，而是邻居家漏电，漏到了他们家里。随后专家又解释了一通，反正呢大体意思就是邻居家的电源线和他家的电源线搭在了一起，他家的开关有破损，和墙壁内的钢筋连在了一起，这就构成了一个闭合回路，慢慢的就导致了墙体发热。至于用手摸没有触电，是因为墙体混凝土的内阻比较大，所以只能感觉到墙壁发热。至于女儿经常头痛的原因，可能是由于体质太差感冒了，而鸡鸭经常死亡的原因应该是一种家禽类的传染病导致的，与墙壁发热无关。每天睡觉前丈夫都会绕床走一圈，接着给妻子鞠一躬，嘴上还说着不好意思。一向冷淡的丈夫突然变得如此客气，妻子都快吓哭了。丈夫的奇怪变化都是因为这颗药丸，这药丸是他路过一家中医馆时发现的，说可以治疗夫妻间的婚姻疲倦期。他和老婆结婚10年早就厌倦了，
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？他半信半疑地询问老板，老板表示别看广告看疗效，说完就送给他1粒试用，反正是免费的，试试就试试呗。晚上他躺在沙发看杂志，不经意瞥了老婆一眼，直接吓得瘫软在地。老婆竟然变成了杂志上的美女，看着变成美女的老婆，他既紧张又兴奋，感觉像做坏事一样，直接给老婆鞠了一躬。谁知第二天早上，老婆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，他赶紧去找老板，才知道这药丸的作用就是洗脑，可以让服用者产生幻觉，把老婆变成自己梦中情人的样子。简单来说，吃了这药，老婆瞬间假灵变智灵，但药效却只能维持1天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？那个赶快给我来1个月的量。就这样每天回家前，他都要先吃上1粒，回家就能看到自己理想中老婆的模样。瞬间心花怒放，在药物的作用下，他彻底爱上了自己的妻子，生活也重新变得甜甜蜜蜜，好像热恋中的小情侣，四处打卡，处处秀恩爱。但他突然发现照片中的老婆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想想也对，毕竟照片可不会受到药物影响。老婆翻阅着过往的相册，满脸幸福地回顾过往的美好，这让他心生愧疚，自己的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精神出轨？1个月的药吃完了，他再次来到药店，向老板说出了自己的苦恼。老板啥也没说，就问你要不要吧。他犹豫片刻，就这样他每天痛并快乐着，一边是自己的女神，一边是自己内心的煎熬。最终他选择冷淡的处理和老婆的关系，开始有意无意的疏远她。突如其来的冷淡也让老婆察觉出了不对，声泪俱下的问老公是不是有外遇了。一番倾诉之下，他终于清醒过来，发现老婆是真心的爱自己，自己真不是人呐。他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这些药了，即使妻子变回原来的模样，也丝毫不影响自己继续深爱着这个女人。而且他还发现，现在的妻子比之前更爱自己了。他是个蛋。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只因大爷有个绝活，用嘴给轮胎充气，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。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几下就能吹爆。他平时就用肺活量检验暖水袋质量，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。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，看见没气的车子，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。大爷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没气的情况。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充气。大家决定做个实验，一边用打气筒，一边大爷用嘴吹，看谁能把轮胎吹爆。比赛开始，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一旁7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，但轮胎的鼓起程度还不如大爷用嘴吹得快。5分钟后，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很明显大爷赢了，但他却并不满意，说要升级挑战，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。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，但不得不说，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。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，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。这不，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。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，大爷却气定神闲，坐着吹了几下，轮胎竟然纹丝不动。很明显，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。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，稳扎稳打的吹，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。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，大爷擦了擦汗，接着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，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。大爷一脸傲娇地说，自己才66岁，还能再吹他个1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38度的天气，他却穿着2件羽绒服，扬言要挑战2天减肥40斤，还说减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。说着就打开了取暖器，在密闭的房间内开始疯狂跳绳。现在体重192斤，目标是减到152斤。没一会他就满头大汗了，但他并没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时，脱掉上衣轻轻一拧，汗水差点落地成河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，已经减掉10斤了，我听你在放狗屁。来，直接上秤，184斤，3个小时内竟然减掉了8斤，可恶，被他装到了。他没有休息，连口水都没喝，接着来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绒服跑步。周围人听说他要挑战2天减肥40斤后，都感觉这人多少有点不够头。就这样运动加节食24小时后，再次上秤，现在的体重减到了177斤，24小时内一共减掉了15斤。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2天减40斤感觉真的能实现啊！挑战还在继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穿上羽绒服就去跑步了，还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后妈妈喊他吃饭，他却在冰箱拿了2个冰块含在嘴里，继续疯狂跳绳。现在已经过去了32个小时，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了。结果节目组却发现他在街边的便利店偷偷吃烤肠，还喝了1罐可乐，看来坚持不下去了吧。他却说无所屌味哦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。不过还好，
回家后，她继续运动到深夜。第3天一早，挑战时间到，她已经准备好上秤了。现在体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内减掉了26斤。虽然有一点打脸，但也很夸张了。她认为烤肠和可乐影响了自己，说自己最高纪录1天减掉过30斤。记者忍不住问她，为什么要用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减肥呢？她说自己曾经是一名拳击手，拳击比赛是分重量级的，为此进行过无数次的节食减重，知道如何快速减重和增重，还告诫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一般人是学不来的。可恶，又被她装到了。他家厕所墙上长出了头发，缝隙里还有一点红色印记。看着地上的瓷砖碎屑，感觉这头发是硬生生从墙里顶出来的，轻轻拽一下就掉了好几根，吓得他赶紧停手，生怕拽出来个人头。厕所的墙壁很厚，里面还是中空的，难不成里面真的有东西？房子是他们租的，才住进来2个月而已。房东过来左看右看，说可能是什么植物的种子发芽了而已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反正我房子没问题，这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说完直接就走了，但他却感觉事情并不简单，剪下了一段头发去找专家。专家看了半天，说这确实是人类的头发，那墙上怎么可能会长头发呢？专家大胆猜测，肯定是有人在厕所摔倒后撞碎了墙上瓷砖，头发就卡在了缝隙里。接着还做了个实验，把假发绑在锤子上，用力敲打瓷砖，果然真就有很多头发卡在了上面。但大姐却说自己根本没有摔倒过，而且自己头发长度也不符合呀。那到底是谁的头发呢？她给出差的丈夫打电话，丈夫一听，直接就说是她的头发。等丈夫回家，果然就对上号了，头发长度也吻合。咋回事呢？丈夫坦白说出差前喝多了，在厕所跌倒了，当时也没在意，第2天直接就出差了，到现在头上还有个大包呢。这个大爷爱吃猪饲料，一吃就是一大锅，已经连续吃了50年，饲料都过期发霉了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。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，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一堆垃圾搭起来的，里面一片狼藉。刚见到记者时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问他为什么住在山上，老人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迅速离开了。记者赶紧跟了上去，但很快人就不见了。记者只好回到老人的住所继续等待。傍晚，老人再次回到住所，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。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，老人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。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，老人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那这也就好办了。记者来到山下村庄，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村民听到他的名字都很震惊，说他失踪了50年，还以为早就死了。通过一番打听，记者找到了他表哥，随后带表哥来到了山上。见到表哥后，他突然跪了下来，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他却直接拒绝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记者在一旁搭起了帐篷，决定和老人同吃同住，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几天过去了，老人变得开朗了许多，他终于决定迈出第一步，跟着记者下山生活。接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父母经常吵架，而后就离婚了，他只好和外婆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也去世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无依无靠的他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，这一躲就是50年。记者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，还带他去做了体检，身体不是很好，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，希望老人可以赶快好起来。大妈每天捡钱100块，却差点丢了老命，钱都是从这棵柿子树下捡的，硬币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，1个月捡了一大杯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当地老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下的硬币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家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大妈很焦虑，说这明显和自己有关，难道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吗？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丢硬币的人。经过漫长等待，终于发现了一位可疑人员。大家亲眼看见他经过柿子树的时候丢下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记者赶紧追了上去，却结果发现他只是丢了一个树叶而已，是个误会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安装了监控，就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，但每天早上树下的硬币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他更慌了，只能没日没夜地守着监控。终于在第3天，他看到一个神秘的身影在向树下丢东西，而这个身影竟是每天都会和他见面的人。店主大妈吓得不敢说话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在一枚硬币上贴了一张白纸，偷偷放进了收银机。没一会，店里来了一个收废品的大妈，买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他。第2天早上，这张带记号的硬币果然出现在了那棵柿子树下。店主确认一直丢硬币的就是这位收废品的大妈。随后节目组找到废品大妈，大妈也承认是自己丢的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。为了表达感谢，每次会从卖纸箱的钱里拿出50偷偷丢在树下。知道真相的店主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真是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啊！大妈每天都在脸上拔罐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拔罐，拔罐的数量还越来越多，从1个罐到现在的6个，脸上都快塞不下了。工作的时候拔，逛街的时候也拔，脸上都红肿淤青了，却依旧继续拔罐。最急的是她老公，怕她拔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还说老公根本不懂自己。现在反而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觉得白天拔罐根本不够，甚至连睡觉也开始拔。
一夜过后，脸上红肿得很严重，他却说真舒服，说着还要给记者试一试，直接拔了2罐。片刻后，记者就被拔成了猪头。大妈说：“你看你湿气太重，都露原形了，以后要多拔罐才行。”记者摸着自己的猪头，而不是摸着自己肿胀的脸，没敢说话。现在大妈每天逛菜市场都顶着6个罐罐，众人议论纷纷，但她毫不在意。路过的大妈终于忍不住了，问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。大妈终于说出了原因，原来她之前做生意意外破产，别人都说因为她面相不好导致的。有次看到别人在腿上拔罐，她突发奇想开始在脸上拔罐，慢慢的发现皮肤竟然变好了，甚至还有瘦脸的效果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在脸上拔罐。拔罐对皮肤真的有好处吗？大家带她来医院，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她皮肤弹性很差，拔罐不能说对皮肤非常有好处，只能说完全没有，甚至还有反效果。不过大妈却坚持认为自己的皮肤比过去好多了，完全不把医生当回事，还当着医生的面拔上了火罐。医生看得很迷惑，最后表示随她去吧，但不建议她每天超过30分钟，否则会给皮肤造成很大负担。大妈感觉医生说的应该有点道理，最后表示自己会尽量降低拔罐时长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她每天都要吃牙签，吃饭要先摆上3盒牙签，一根牙签就着1口米饭，500根1盒的牙签，每天3盒就是1500根，直接成了她的主食，边吃还边笑。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子香。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，一根根往嘴里塞。床头也放满了牙签和一次性筷子，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吃。逛街的时候，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最急的人是她老公，怕她吃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反而还认为正是牙签救了她的命，这又是为啥？她也不解释。现在还变本加厉，觉得牙签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筷子，说筷子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比牙签好。她老公真的害怕了，切了点水果让她改善一下，她看都没看，直接丢在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要让老公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老公都要疯了，这玩意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头大姐都想尝一尝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这托盘应该是用胶水拼接的，满满的科技与狠活，味道不如牙签香。那她到底为啥要吃木头？真的是奇怪。大家又给她找来了一堆木制品，大姐一尝，这不还是科技与狠活吗？都是用油漆刷过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总结下来还是牙签好吃。就在这时，她终于告诉了大家吃牙签的原因。原来她之前患有严重的胃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1根牙签，没想到胃里一下就不痛了。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竟然还慢慢吃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大家现在都想知道她身体真的健康吗？一旁的老公终于讲话了，说带她去医院检查过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。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牙签很贵，吃不起了。为此街坊邻居都来支持，纷纷送上牙签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约会中的男人突然从后面掏出了自己的粑粑，还非常自然地拿在手里把玩。见女友不忍直视，他竟然将粑粑放在了桌子上，一根不过瘾，他接着又熟练地拉开拉链，只听啵的一声，又从后面掏出了还热乎的粑粑。在未来，日本发明了一项技术，通过身体改造就可以把排泄物变成一个个小飞棍。这里的人每天都穿着后面有拉链的裤子，就是可以方便他们随时随便的掏粑粑。他今天约会的目的就是想让女友也去改造一下，但女友明显很排斥这项技术。晚上他邀请女友来家共进晚餐，几杯红酒下肚，情到深处，他一边说着情话，一边掏出粑粑向女友求婚。哼，我就不信这样还拿不下你。女友原本很感动，可看着还热乎的小飞棍，她再也忍不了了，质问他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为什么要拿着自己的粑粑求婚？还说自己的父母非常排斥做过改造的人，并不同意这门婚事。他没有解释，直接将小飞棍怼到了女友嘴边，就是想让女友改变观念。小飞棍是环保的，不仅不臭，反而还带着花香。女友突然一阵反胃，跑去了厕所。打开厕所门才发现，他家里已经没有马桶了。女友问他如何小便，他表示自己改造的比较彻底，小便也包含在了小飞棍里。没办法了，女友只好跑去外面找公共厕所，却发现就连公共厕所都要拆除了。他有点动摇，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改造一下了？工作中看到同事一个个都已经改造，非常自然地掏出粑粑仔细把玩。日本政府也呼吁全体国民都应该尽快改造，保持应改尽改的原则，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好。这下他终于决定去改造，预约了东京最好的医院，选择好改造方案，手术就开始了。几分钟后手术完成，他突然感觉屁股下面有异样，医生让他做好准备，小飞棍来了。他伸手一掏，只听啵的一声，果然掏出了自己的小飞棍。医生一脸笑意地祝贺他，还说这是个好粑粑。不久后，他们终于喜结连理。婚礼当晚，她跟丈夫道歉，认为之前的自己太蠢了，不知道改造后这么的干净又卫生。丈夫听了十分开心，随即拉上了窗帘。结果他却突然愣住了，这才发现老婆改造的太彻底，和自己的型号根本不匹配，看样子自己只能再去做个升级了。
他家卧室的墙竟然会不停的流血，即使擦干后还是会不停的往外渗，这血越渗越多，吓得他到处找人帮忙。他们贴了张卫生纸上去，用摄像机对着，亲眼看着这血浸透了纸张。这墙里面看来有东西啊！他本来是个租客，住这里也没几个月，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。开始还以为是脚上破了皮蹭上去的，他也没在意，继续上班。下班就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才明白过来不对劲，赶紧找来了房东。房东是个老阿姨，过来左看右看，说房子没问题，这墙里面怎么可能埋了东西吗？说完直接就走了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最近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在记者的帮助下找到了装修师傅。师傅看了照片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。紧接着他们一起来到了现场，师傅看了半天，然后把手伸到了墙壁底下去抠，一抠就是满手的血，湿哒哒的，越看越不对。师傅决定把墙纸拆开来看看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比想象的还要可怕。随着保温板的拆除，整个墙面都浸透着红色液体，看得人心慌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了半天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20年前的老装修，里面墙纸的胶水老化，又因为潮湿发霉，所以慢慢变成了红色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他脑袋里长了蜘蛛，每天都要用吸尘器吸出来，这些就是从鼻子里吸出来的，吸出来的时候都是活的。他觉得脑袋里一定有个蜘蛛窝，甚至还在不停的产卵。这些蜘蛛天天都在他的脑袋里面爬，把他痛苦了好几年。为了缓解疼痛，他不停的敲打脑袋，还要去碾碎正在脑袋里到处爬的蜘蛛。办法想了好多，医院都去看过了，但依然不能解决问题。长期的痛苦导致他从150斤降到了现在的100斤。他认为彻底把蜘蛛消灭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火化了，和蜘蛛同归于尽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找来了专家。专家仔细观察吸出来的蜘蛛，发现这些蜘蛛竟是不同品种的。专家还说蜘蛛根本不可能在我们体内生存，但大叔却不能接受这个观点，因为自己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蜘蛛带来的疼痛。他觉得专家根本不能理解自己，实在没办法了。大家又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还是找不到蜘蛛的任何踪迹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问题，真的是奇怪。结果没想到在他走了之后，医生却无意在片子里看到几个奇怪的白点，还真有点像一个什么东西做的窝。他回去之后症状依然没有减轻，蜘蛛反而变本加厉的折磨他，他只能猛地往身体里面灌药，在鼻子里面也涂药水。他整夜无法入睡，甚至在吸入烟雾后捂住鼻子，想把蜘蛛熏死。虽然这样自己也不好受，但是总归能让蜘蛛消停一点。不久后医生把他请了回去，想看看他的脑袋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经过仪器查看，发现原来那白色的东西是他年轻的时候做颈椎手术留下的固定器，并不是什么蜘蛛窝。那蜘蛛到底是哪来的？大家研究了半天，发现蜘蛛是从他吸尘器的缝隙里面钻进去的，也就是说这些蜘蛛本来就在吸尘器里。一切都是误会，解决了这块心病。2个月后，当大家再次见到他，精神面貌已经远超过去，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大爷拿着一颗鸡蛋来到医院，因为这鸡蛋竟然有70多个蛋黄，不仅透明还很有弹性。这怪蛋是大爷在鸡窝发现的，当时就感觉蛋壳比较软，因为这母鸡之前也下过软蛋，大爷也没在意，回家就把蛋煮了。结果煮开后，蛋壳里竟然蹦出了70多颗透明的蛋黄，就像弹珠一样。大爷慌了，活一辈子了都没见过这种事，连忙把鸡蛋拿给村里人看，村民都很震惊，认为这是不祥之物，还让大爷赶快处理掉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带着这颗怪蛋找到了有着30年养鸡经验的养殖户，他凭借自己的经验一口断定这不是鸡蛋，说这70多颗透明的东西根本就不是蛋黄，毕竟这就是大爷在鸡窝里发现的，不是鸡蛋那是什么呢？大家思前想后，建议大爷去医院问问。医生看到就笑了起来，说这很明显就是人造的，看起来呢更像是一种玩具，真的只是玩具吗？那这样只好去找玩具专家了。一打开盒子，玩具专家们就开始窃窃私语，接着异口同声地说是奇趣蛋，还说这里面有弹珠，可以捏着玩。奇趣蛋和这个怪蛋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随后大家还买来了这种玩具，剪开就冒出了大量弹珠。原来让全村震惊的怪蛋只是一个玩具而已。大爷略显尴尬地笑了起来，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到底是谁把这玩具丢在了鸡笼里？鸡笼在屋顶，平时只有大爷和老伴才可以进入。大爷给亲戚朋友打电话，都说没有去过屋顶，甚至还问了孙子，但小孙子并没有这种玩具。看来真相也许只有这只母鸡知道了。大妈每天捡钱100块，却差点丢了老命，钱都是从这棵柿子树下捡的，硬币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，1个月捡了一大杯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当地老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下的硬币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家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大妈很焦虑，说这明显和自己有关，难道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吗？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丢硬币的人。经过漫长等待，终于发现了一位可疑人员。大家亲眼看见他经过柿子树的时候丢下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记者赶紧追了上去，却结果发现他只是丢了一个树叶而已，是个误会。说来也奇怪，
自从安装了监控，就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。但每天早上树下的硬币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他更慌了，只能没日没夜地守着监控。终于在第3天，他看到一个神秘的身影在向树下丢东西，而这个身影竟是每天都会和他见面的人。店主大妈吓得不敢说话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在一枚硬币上贴了一张白纸，偷偷放进了收银机。没一会，店里来了一个收废品的大妈，买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他。第2天早上，这张带记号的硬币果然出现在了那棵柿子树下。店主确认一直丢硬币的就是这位收废品的大妈。随后节目组找到废品大妈，大妈也承认是自己丢的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。为了表达感谢，每次会从卖纸箱的钱里拿出50偷偷丢在树下。知道真相的店主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真是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啊！这是监控拍到的惊险一幕，这只老鹰竟然想捕食人类。大叔在阳台晾被子，突然遭到了一只老鹰袭击，无缘无故挨了一脚。大叔的儿子听到动静，刚探出头，老鹰又狠狠扑了上来。外面明明没有他的身影，只要一打开窗户，瞬间呢就会飞到你面前发起攻击，根本反应不过来。而且呢，老鹰只攻击他们一家，有时呢还会悬停在空中，恶狠狠地盯着他们，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。工作人员决定安装摄像机仔细观察。就在这时，被他踹一脚，就像被石头砸到一样，帽子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。大叔无法理解老鹰为什么偏偏只攻击他们一家。动物专家观察后表示，这只老鹰呢其实名叫红隼，一般呢不会主动袭击人类，猜测附近一定有它在意的东西。果不其然，在空调外机附近还真发现了异常。红隼看到这一幕，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。原来工作人员在空调附近发现了一窝小红隼，红隼妈妈这是把他们一家当成了潜在威胁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又出现了另一只红隼，这应该是幼鸟的父亲。夫妻俩分工明确，爸爸负责出门找吃的，妈妈呢则负责小家伙们的安全。小红隼胃口很大，每次抓来的食物都不够吃，爸爸只能不停地出门找食物。专家观察片刻后，又发现了新的问题。小红隼已经到了练习飞行的时候，却迟迟没有离巢，应该就是由于食物短缺，导致小红隼长得比较慢。为了让它们早点回归自然，大叔呢决定帮一帮红隼，暂时呢就不在阳台晾衣服了，给红隼营造一个安心的环境。接着呢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。红隼妈妈看到小老鼠，激动到不行，天上掉馅饼儿的属于，上去就抓了一个，果然一运傻3年，抓到半空竟然被小老鼠挣脱了，还好凭借高超技巧在空中再次抓了回来。最后呢希望小红隼能赶快长大，早点学会飞行，回归自然。他仅靠一根绳子制服了300斤的野猪，就为了得到野猪的尾巴。据说有人靠着野猪的尾巴成了百万富翁。接下来呢，看看猎人是如何降服野猪的，手法奇特又刺激。这头野猪已经中了陷阱，一只脚被牢牢绑住，周围呢还被他挖了个大坑，连树根都咬断了很多。可以看出野猪的攻击性还在，而且呢套索磨损得很严重，野猪随时都有可能挣脱。安全起见，首先呢就要套住野猪的嘴巴。猎人拿着套索慢慢靠近，野猪受到威胁拼命反抗，套索刚碰到嘴巴就被顶飞了。野猪呢非常聪明，死活就是不让套索靠近自己。再次尝试呢也没有成功，但猎人更有耐心，调整一下套索大小，换个角度继续尝试，一下就套中了他的那个上巴。野猪呢不断挣扎，越挣扎反而套得越紧。猎人把套索一头系在树上，这样呢野猪就不能大范围活动了，趁它不能移动，要赶紧把整个嘴巴绑起来。看到猎人越靠越近，野猪全身毛发直立，露出了尖锐的獠牙，一直处在攻击状态。为了安全，猎人呢决定从后面入手，先绑住他的2条后腿。日本当地野猪泛滥成灾，给农业造成了严重损失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政府呢鼓励当地民众捕猎野猪，进而衍生出了赏猪猎人这个职业。每捕杀一头成年野猪，就能得到1.6万日元的报酬，把尾巴交给相关部门，就可以领取奖金。终于绑好了后腿，现在呢野猪更加动弹不得，只能任由猎人处置。猎人用胶带对着眼睛缠了几圈，这样野猪就啥都看不见了。顺便呢再用胶带把嘴巴也缠起来，这下野猪就没有任何攻击性了。接着呢再把前后腿都绑在一起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猎人摸了摸野猪的肚子，肉还挺结实的，非常适合进行无公害处理，让它们回归自然。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，不然很可能感染寄生虫，轻则住院，重则开席。在这里娶老婆只需要3只鸟，新娘看到就会笑得合不拢嘴，心甘情愿跟你走。第一只鸟名叫鹤鸵，成年体重一般都在120斤以上。部落酋长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鹤鸵自然就成了结婚用的食材。但鹤鸵异常凶猛，强有力的爪子甚至可以踢穿铁板，因此也叫做杀人鸟。即使最勇敢的猎人也害怕它的爪子，因此狩猎鹤鸵都是团队合作。
一切安排妥当，狩猎就开始了。很快就发现了一只幼小的鹤驼，猎人们悄悄逼近。鹤驼的警惕性很高，必须确保一击致命，否则就有可能被愤怒的鹤驼反杀。此时鹤驼并没有意识到危机，但猎人早已摆好投掷姿势，找准时机狠狠投出长矛，长矛精准地刺中了鹤驼，但力量稍微差了点。鹤驼一瘸一拐地逃命，竟然挣脱掉了长矛，猎人们紧追不舍，最后在草丛中解决了它。一只幼小的鹤驼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，好在回去的路上呢，猎人还发现了一只成年鹤驼。刚才射出的长矛已经让它受了重伤，根据树叶上的血迹，他们继续追踪，最终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体力不支的鹤驼，轻轻松松被猎人拿下。这只成年鹤驼重达120斤，足够整个部落呢吃上几天，婚礼食材算是解决了。接下来就要准备彩礼了，彩礼则需要一顶用天堂鸟羽毛制作的帽子。天堂鸟可遇不可求，因此能狩猎到这种鸟，就代表有过人的智慧。他们已经找了好多天都没有找到，现在只能靠身为酋长的父亲出手了。酋长制作了一根4叉箭头，有点类似我们的霰弹枪，近距离攻击威力很大，非常适合猎杀天堂鸟。接下来就要用声音把它吸引过来。酋长用笛子模仿雌性天堂鸟的叫声，很快呢就吸引来了一只雄性天堂鸟。酋长拿着弓箭悄悄靠近，弓箭的射程很短，必须要尽可能的靠近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必须一击致命。好在他成功了，这下儿子的彩礼有着落了。回到家就开始用羽毛制作头饰，儿子看着漂亮的羽毛，心里也乐开了花，终于可以娶老婆了。准备妥当就可以出发迎亲了。来到地方，大家开始手舞足蹈，姑娘笑得花枝乱颤。最终，儿子赢得了姑娘的芳心，两人牵手走进树林，迈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发情期的公象到底有多可怕？这只公象呢，因为求爱失败，恼羞成怒，把一只落单的小象当成了出气筒，抡起小象重重摔在地上。小象呢才出生几天而已，经过这一摔都没能站起来。大象呢还想着一脚踩下去，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再次吸引母象的注意，但周围的母象好像都看不上它，它只能对着小象继续发泄怒火。不过还好，小象的妈妈终于赶了过来，由于体型差距过大，她也无法阻止公象施暴，无奈之下只能假装向公象示好，把公象引到了一边。小象呢暂时脱离了危险，待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但很快公象再次回来，好像遭到了母象的拒绝，瞬间明白这是调虎离山之计，被欺骗的他更是怒火中烧，转而呢继续对小象施暴。专家表示，发情期的公象如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伴侣，他们呢甚至会把犀牛当成伴侣，因此呢导致了许多犀牛被大象攻击而死。族群里的其他母象也看不下去了，围上来制止公象。公象呢并没有理会，再次把小象重重摔在地上。这时呢远处恰好跑来一只母象，公象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，小象呢终于得救了。这就是发生在南非国家公园内的真实一幕。这对鸽子竟然霸占了猫头鹰的家，甚至呢还在猫头鹰宝宝面前下了蛋。要知道，谷仓猫头鹰属于猛禽，可以轻轻松松杀死一只鸽子。这就好比老鼠在猫的地盘生孩子，等猫头鹰父母回来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7只小猫头鹰吓得缩在角落，对着2个奇怪的家伙骂骂咧咧，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我是猛禽来着，还能被鸽子欺负了不成？老大第一个忍不了了，直接下嘴，接着呢就被鸽子教训了一顿。小家伙骂骂咧咧，有本事等我妈妈回来。来到晚上，猫头鹰爸爸叼着老鼠率先回到了家里，他也被吓懵了，这什么情况？他是万万没想到，现在猎物都这么主动了吗？公鸽子见此情形，直接丢下老婆孩子就跑了，一直呢都没再回来。母鸽子为了孩子，只能和猫头鹰殊死搏斗。猫头鹰属实没见过这情况，这还是鸽子吗？孩子们别急哈，我去叫你妈妈。很快呢，猫头鹰妈妈回来了，也被这一幕吓到了。2位母亲互相打量着对方，气氛一度显得很尴尬。猫头鹰妈妈率先发动攻击，鸽子呢为母则刚，毫不示弱，不停地用翅膀反击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气氛呢再度陷入尴尬。不对啊，再怎么说这是我家啊，我去你的！接着呢，2位母亲又大战了几个回合，看得出来，不管是动物还是人，女性打架的特点就是薅头发。鸽子呢明显落于下风，只能以防守为主，感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最后呢，实在承受不住，只能先跑了。猫头鹰这边也不容乐观，一只瘦弱的鹰宝宝在战斗过程中被妈妈踩死了。随后几天，鸽子一直都没再出现。来到第20天，可以看到小猫头鹰也只剩下了4只强壮的。突然呢，一对鸽子再次来到鸟巢，我们无法确认是不是之前那对鸽子，他们好像很满意这个地方，甚至呢还叼来了树枝，准备重新装修下。随后还下了2颗蛋。幼鸟们毕竟长大了很多，现在呢并不害怕鸽子，时不时对鸽子发起攻击。很快呢，猫头鹰爸爸回来了，看到这一幕非常不解，他把这对鸽子当成了之前的鸽子，这事他比较熟啊。接着呢又飞出去找老婆来处理，毕竟老婆有经验嘛。
小猫头鹰没有放弃，继续和鸽子缠斗。这时呢，一只幼鸟咬住了鸽子，鸽子蛋被推到了一边，打斗过程中就被幼鸟踩碎了。鸽子伤心欲绝地离开了。接下来的11天内，在左上角的监控可以看到，母鸽子一直徘徊在巢穴外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又过了10多天，小猫头鹰逐渐长大，羽翼也变得丰满，已经开始练习飞行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它们都离开了巢穴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巢穴呢，终于空了出来。没过几天，一对鸽子再次进入巢穴，希望这次它们能顺利孵化出小鸽子吧。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一个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，强迫他们给自己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呢，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的朋友们正在商议绑架细节。新郎说和这个女孩仅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呢就开始策划绑架，已经策划了1个月。新郎还贴心的提醒朋友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男孩们显得很兴奋，出发前还做了个奇怪的仪式，家里长辈还叮嘱千万别让她跑了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然后呢，他们紧随其后，伺机而动。说完行动就开始了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，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，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女孩正在打水，男孩们装成路人，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。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其实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的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呢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的男人，女孩脸上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样挣扎都显得那么无力。男孩们却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和谁结不是结啊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但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很快他们就回到了新郎家，家里早已聚集了亲朋好友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7大姑8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安慰女孩以后会幸福的。说着呢，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整个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经过长时间的规劝，女孩呢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，男方呢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，直接就出发去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就是来到女孩家先道歉啊，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呢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呢来跟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儿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呢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的奶奶说，没想到我是最后一个知道孙女要结婚的。女孩的妈妈则表示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架来的。聊天过程中才知道，女孩还在上学，看得出来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都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呢，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2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，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，但新娘呢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。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，她后背上竟然长了一个脑袋，还变得越来越大，摸起来呢软软的，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在动，但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然而医生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，直到最后把脑袋切开，才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大叔说，自从多了一个脑袋，感觉自己变聪明了很多，但常常感觉后背有虫子乱钻，手臂和脖子还经常会失去知觉，心里呢会产生2种不同的声音，分别控制自己，常常会产生邪恶的念头。他怕以后无法控制自己，真的做出什么不好的事，所以呢赶紧找到了医生，来了个线上会诊。
当他把衣服脱掉，这东西的个头属实把医生吓了一跳。他说这东西已经长了23年，有一次呢在野外洗澡，过了没几天就长出了这东西。刚开始呢和葡萄差不多大小，慢慢就变成了这样。会诊过程中，他突然开始胡言乱语，还奇怪的大笑，看着呢根本不受控制的样子。医生顿感不妙，怀疑是洗澡时感染了食脑虫。当食脑虫侵入体内，会一点点啃食神经组织，患者就会出现头痛、恶心、四肢麻木的症状。由于肿块紧靠着脑袋，医生怀疑食脑虫已经侵入了大脑，情绪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已经受到了干扰，大叔才会出现幻觉、精神错乱等症状。一旦食脑虫开始啃食视神经，那他将会有失明的可能。现在必须要尽快进行手术，看看这个脑袋里到底有什么。医生还想问一些关键的信息，但大叔依然不停地胡言乱语。这时，大叔的儿子走了过来，医生赶紧让儿子把他控制住。等大叔稳定下来后，赶紧送来医院。隔天，大叔来到医院进行手术。医生经过细致的计划和准备，手术就开始了。把脑袋割开后，接着就流出了一坨白花花的东西，看着非常像奶油。不过还好，医生并没有发现食脑虫，看起来只是普通的脂肪瘤而已。处理完毕，缝合伤口，慢慢的就可以康复了。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加震惊了节目组。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，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一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二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三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，生怕把体重计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，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，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，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。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采访过程中，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，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，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。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，防止起痱子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，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，是种什么体验？结果呢，差点骨折。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。接着呢，还穿了起来，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终于，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，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。妻子接过米饭，大口开造，不一会儿，一盆米饭就见了底，酒足饭饱，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，那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。然后呢，就是吃完就睡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，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呢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。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。节目组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，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，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。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